你要这么养小孩，然后还可以继续追踪你的梦想啊？也比较少，就是 secret 比较少。那为什么你那么晚让他们上幼儿园？我觉得这个没有那么晚，因为我跟你讲，我小孩2岁，我就赶快去。go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安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桃园区的一个很漂亮的咖啡厅，叫做 Versi 咖啡。边吃边聊，边听听看外国人在台湾的有趣生活故事哦。个性是一位来自于阿萨克的新住民，他几年前来到台湾。他是一名动画特效导演、制片人和艺术家。他创立了自己的动画制作公司，然后跟美国、加拿大、阿萨克、欧洲还有很多不同国家合作。他最成功的作品是一部10分钟的动画，叫做《Ribbon》。这部动画在全世界许多不同国家的电影节总共拿到了50个奖项。他也是一位艺术家，偶尔会在一些地方办绘画工作坊，让大家学习画画，还有表达自己的创意。另外一个，他也是生态公司 Green Hub 的联合创办人。这家公司的目的是为了鼓励还有让小孩子了解生态的重要性。那车心也是一个有双胞胎的妈妈，孩子已经3岁了。那我们来认识今天来到我的频道的第4位来宾，可心。大家好，我是可心。哇，很开心今天你来到我的频道，谢谢。谢谢你欢迎我。不会。那可心你来台湾多久了？应该6年左右。6年左右。那你一开始为什么来台湾？我来台湾是因为我老公，我们已经好久在一起。我也以前没有打算来台湾，可是这样 life circumstance。对，我也是，我本来也是要去韩国。真的韩国？对。后来我就跑来台湾，因为我以前住美国住很久，我也是一直打算在美国工作，可能去加拿大还是欧洲，可是都没有想到可以来台湾。那你之前是在美国是有念大学吗？对，我念大学，然后工作，也住很久。OK， 然后你就跟着你老公回来台湾，对，来台湾，对，没错。OK。因为我老公是台湾人，然后我们也很久住美国，可是因为他爸爸那时候有健康的问题，所以他要回台湾。然后那时候我们也决定，那算了，我们可以试试看住在台湾。这样子啊，然后你就一直住在台湾到现在。对。好，那等一下呢，我们会更了解可心他在台湾的生活经验，然后多了解他的工作，因为他做的工作就蛮有趣。那我们先点赞，但是我们点赞之前记得去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然后你们可以去追踪可心的 Instagram， 蛮有趣，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哦。好，那我们就去点赞哦。耶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一家在桃园区的咖啡厅。这家咖啡店感觉很温暖，他们的特色是他们的好喝的咖啡，还有超漂亮又好吃的甜点。如果你去吃早餐的话，可以试试看他们的澳洲早餐风格。老板之前呢住过澳洲，特地把这些特色带回来。店里的装潢还有质感也很适合拍打卡，超好看哦！哇，我们的菜看起来超好吃哎！我们点的是澳洲早餐澳洲的早餐啊！天哪，好丰富哎，而且很多。我最喜欢的是那个萝莉，我也很喜欢萝莉。我什么东西有 avocado， 我一定会去点。这个很nutrition很多，也很健康。对，我觉得这种感觉吃就会吃得很满足，然后有健康一点。没错。对，你点的是什么饮料啊？我点咖啡拿铁。咖啡拿铁。对，睡比较少。我昨天去睡觉很晚，我睡了大概4个小时左右。天哪，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等一下要聊的，我很好奇。对，然后我点了一个 peppermint 的 tea。对，因为早上就喝茶，热热的就很舒服啊。对。
想问一下，你又当妈妈，然后你有双胞胎，对对，是一个女孩，一个男孩，对不对？没错。哇，我的双胞胎已经3年半。哇，那这样的话，你要怎么养小孩，然后又还可以继续追踪你的梦想啊？因为你做的事情真的蛮多，睡比较少，就是 secret， 睡觉比较少，还是要睡觉，还是要睡觉，要找时间，对，很重要。睡觉还是蛮重要。那你怎么会一边养小孩，然后一边做你全部做的事情？那时候我第1年都没有工作，因为我也是一个艺术家，所以我那时候比较多做我的艺术的东西，这样可以帮我就是还是有一点成就感。对。可是那时候都是小孩子去睡觉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可以画画还是做漫画这样。可是我也很幸运，因为有时候有人可以帮我看小孩，我真的很谢谢他。因为我在台湾，我父母不在，我弟弟不在，什么家人都不在，然后老公的家人应该是文化也不一样。要有一个人是可以帮忙，真的很重要。对，如果你一直跟小朋友在一起，你真的会疯掉了。可是我也想说，因为有2个小孩时候，你真的想 organize 多一点，然后比较做一个 schedule 非常重要。我也是 print out 一个sheet，对 schedule sheet。其实当你有双胞胎，真的需要有一个 schedule，要不然一定要。对，那你之前有跟我说，你小朋友刚刚上幼儿园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，这个8月。那为什么你决定那么晚让他们上幼儿园？我觉得这个没有那么晚，是3岁啊，正常。因为我跟你讲，我小孩2岁，我就赶快去，赶快去，go，love you go， 只是因为我教小孩俄文跟哈萨克文，应该是我都跟他们讲俄文，然后我觉得他们开始幼稚园的时候一定会很快学中文，就是俄文没有什么人可以跟他们讲，对，就是这个语言很难，所以如果你从小时候没有学，以后非常难学。我跟你们说，俄文超难学。那你有学吗？一点点。真的吗？对，所以真的要从小学习，没错。那你是有什么方法让他们学习这2个语言呢？那时候开始一直跟他们讲俄文，因为我觉得俄文比较好用，很多国家会讲俄文，然后我父母也讲俄文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可以说在哈萨克，俄文是你们的中文，然后哈萨克文是你们的台语这样，然后有很多不一样的 method， 你怎么可以教你的 bilingual 小孩？一个我觉得是最好用的是一个父母一个语言。所以我跟他们讲俄文，我老公跟他们讲中文，这样子他们比较好习惯。可是我跟我老公讲英文。是啊，对，我们讲英文是因为习惯，我们好几年住美国，可是最近好小，我女儿听我们讲话的时候，她开始生气，因为她目前不太懂英文，所以她有时候生气跟我说：“妈妈，你不要跟爸爸讲话。”很可爱，好可爱啊！对，好像小朋友会这样。那是除了有你的 schedule， 就是你怎么可以有养小孩，然后处理你的工作，然后还有时间，就有时候我看你有去健身房，因为我朋友说我胖了30多公斤，那时候我很担心。30多。哦啦啦！我已经有1个在肚子里，好重，那我没有办法想象2个。我一个人照顾李安一整天，我已经超级累了。对，做妈妈的工作很累。对，我觉得蛮佩服你，辛苦了。因为我觉得这个最重要，也要做 self care 的东西。对，因为我很喜欢我的工作，所以对我说这个也是 self care。当然有时候我很累，然后有时候因为现在我有新的公司，
我们等一下会讨论。所以现在也更累，因为有2个公司。你刚刚提到你的工作，你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你的工作是什么吗？对，我是动画跟 visual effects 导演跟制作人。所以我们做很多 animation 跟 visual effects。我的公司 Insomnia Production， 我们以前做很多 pre-production 的东西，可是因为 COVID 的关系，然后 AI 的关系，我们变很多，然后开始做比较多动画跟 VFX， 还有我们也开始用比较多 AI 的 tool。所以现在我们也是做 AI production integration， 所以这样子的话，其他的公司可以找我，然后我帮忙他们了解怎么可以用 AI 在他们的 production 里面。那这个是你这个工作，你是从小有兴趣做，或是就是你去美国？才开始有兴趣。你说动画吗？对，因为我小时候也是爱画画，从非常小开始画画。哦，对，你的画画很漂亮，我看谢谢你，谢谢，超厉害啊！但是那时候我很喜欢画画，然后我也很喜欢拍东西。对。然后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我要做什么，我好久打算去俄罗斯学 illustration。哦。可是有一天我妈妈跟我说，哎，你有没有想到试试看动画？因为动画也2个都有。对啊，illustration 对 filmmaking 都有，所以我编我的initial plan， 然后我那时候找得到我的大学是 Academy of Art University，他们那时候有那个 Top 10 VFX 跟 Animation School。所以那时候决定，那我要去那里。我都是一直在美国住那边，然后工作在不一样的公司，比如说那个我还没搬来台湾，最 recent 的是那个 Missing Link。那部电影嘛。对。然后你有一个比较成功的一部电影，都4分钟的，叫做《Ribbon》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有看那个影片，我真的吓死了，我差一点就掉我眼泪了，我真是原来是这样啊，真的蛮感动的。这是我的 passion project。对，就是你自己画的，还是也是跟其他人？不是，我是导演，所以我也是做 management。然后，但是那时候我也有 producer， 因为 producer 跟director 有点不一样。那差别是什么？director 比较 focus art vision， 然后 producer 比较 focus on management。好，那可惜你可以用你的母语讲一个你会想要跟台湾人讲的东西吗？好，那我讲哈萨克文跟俄文一起。好。Капракмет Тайвань, спасибо, что приняли меня и что мы с нашей семьей можем жить в таком прекрасном месте. OK， 我就听得懂 спасибо， 是有俄文的。对。好，那你今天给这个 coffee shop 几分呢？因为这个 coffee shop 你知道吗？我平常来这边工作，因为我喜欢他们的 ambience，然后他们的菜也蛮不错。我很喜欢那个 atmosphere， 因为在家里面工作也很难。对，我很懒，我不要，就很想要懒多多。对，我想睡觉，但是这边真的有一个可以舒服工作的感觉。对，没错。我觉得应该是可以说9分，哦，蛮高哎，我也是可以9.5。都不错。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学到很多关于柯西他在台湾生活的经验，还有关于他的工作。那我觉得蛮有趣，可以听到你管理有双胞胎，然后有工作，然后有运动，有什么的。这个真的，我觉得很多人听到这个可以就是学到，然后去做看。因为当你有1个小孩、2个小孩或3个小孩，其实还是都很辛苦，所以你就是要自己去找到一个适合你的办法，就是让你的生活很舒服，然后很 organized，对不对？这个很重要。我想说，台湾的妈妈，你们已经很辛苦，所以也要休息，也要照顾自己，因为已经很棒，不要忘记你自己很棒。对。妈妈的工作真的很难，妈妈的工作真的很难，很辛苦，很累，所以真的要花时间去照顾自己。这个也是我最近 self care 很重要。我最近正在做的一件事情，因为我到现在都
有一点 burnout， 你知道吗？然后很累，所以我就要可能去按摩啊，然后在家休息啊，或是出去咖啡厅喝个茶，就是什么都不要想到，就是你跟你自己在一起。对，我觉得这种 me time 很重要。对，健康也很重要。那今天很开心有多了解你的工作，我觉得蛮有趣。然后我相信你为什么很喜欢做这个工作，因为真的就是完全不会一样，每天都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你每个 project 都会有新的 story、新的人啊、新的做法，所以对。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工作，对，有点像是当 YouTuber 也是，就是每一次跟不同人拍影片，在不同地方，所以也是蛮有趣的，都不会觉得很无聊。对，没错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到这里，谢谢各位看到这个影片到这里，那记得去按赞、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分享，然后记得去追踪柯欣的 Instagram， 还要追踪什么吗？就是我的 Instagram， 我也有一个 YouTube， 我有一个聊天的 YouTube， 然后一个艺术家的 YouTube， 所以看你们。好，那大家可以多去看看，我把他的资料放下面哦。好，那谢谢今天你来到我的频道，我们就下次见哦。好，拜拜。